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韵晨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伊朗战报啊。现在呢，不止美伊双方和谈的这个内容是各说各话，连有没有击中也是在各说各话吗？好，我们来看这段画面呢，就是呢，伊朗他宣称说什么？说呢，他们在社群媒体发布说，伊朗防空系统当天下午呢，精准击中了一架美国 F-18型战斗机，而且是坠落，它坠落在了印度洋。好，甚至呢，伊朗也发布了这一段的影片。不过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就马上驳斥了，表示呢，这是一个不实的消息，没有这一回事。但是伊朗同时呢，也宣称呢，说他们命中了202架的美以军机。好，伊朗现在是发布了这个统计数字，说从上个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呢，我们回击中了202架各类的美国还有以色列的军机，这个是包括了空中加油机还有无人机等等的。好，那数字有这么多吗？我们就来看到有一个 X 上面的推主就表示呢，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确实美军已经有多架的军机还有无人机受损，遭到击毁了。这个是就连超级大黄蜂呢，可能也被击落了。好，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不仅仅是到底有多少飞机被击落，各说各话，连现在要不要去进行谈判呢，也是各说各话哈。像是这个伊朗的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他就说了，他要倡议中东要建立一个无美以联盟，来听他怎么说。إننا لا نحتاج البتة من أجل ضمان أمن منطقتنا إلى دولة تبعد عنا آلاف كيلومترات. لا نحتاج إلى دولة تنظر على حد تصريحها هي إلى البلدان الإسلامية على أنها بقرة حلوب. ولا نحتاج إلى دولة تجعل أمن إسرائيل ومصالحها أول همها وآخره ثم تضحي بسائر البلدان في سبيل ذلك. فأي خير جلبته لكم أمريكا وقواعدها في المنطقة. فلو أنكم اليوم تعرضتم لعدوان جيش 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فهل سيطلق الأمريكيون رصاصة واحدة دفاعا عنكم؟ 好，伊朗呼吁把美军给赶出去因为他不会为你们开枪。那现在呢，伊朗外长也说了，说呢，现在川普想要谈判呢，其实就是等于他失败了。好，他说呢，这个承认与美国间接交换讯息，但是这些沟通不是对话，也不是谈判。他还说这个华府的态度从原本要求他们要无条件投降，到现在只是呼吁谈判，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承认自己失败了。而且伊朗官员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谈呢？他就说因为川普已经耍了我们2次了，说呢，告诉正在尝试调解美伊谈判的国家说，他们已经被川普骗了2次了，不想再被愚弄，不想再有第3次了。这2次是什么呢？包括了去年6月，以色列在川普支持下攻击伊朗，那就在几天前，美伊原本都已经计划好要举行一轮核谈判了。还有就是3周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日内瓦来进行了一个临时协议，同意要继续谈判。结果2天后，2月28，美以就发动攻击了。所以现在还要来第3次吗？他们不信了。所以呢，不照美国的进度节奏走了，他们自己开出了5大的停战条件，包括什么？要他们全面停止攻击跟暗杀行动，还要建立一个具体机制，确保战争不会再度重演。还有呢，要明确支付战争赔偿，结束区域内所有战线跟相关武装组织的冲突，以及承认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主权地位，作为这个履约的保障。好，那现在伊朗的态度真的是踩得非常的硬那么就有人报道说了，说专家分析说了，其实呢，伊朗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底线了。现在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停火而已，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结束战争。这个谈判的态度很明显比之前战前还要更加的强势了。那么现在川普要怎么办呢？好，川普就开始在威胁伊朗了。来看白宫怎么说。白宫说呢，如果伊朗无法正视当前的局势的话，就是未能了解他们自己在军事上遭遇的挫败，就会继续的失败。那么川普呢，
会确保他们面临前所未见的猛烈打击。好，所以现在啊，美军呢也增兵近7000名，要来压境中东，而且呢，已经传出有3阶的计划了，包括呢要投入地面部队来清除威胁航运的战力，还要这个扫除荷姆兹的水雷，然后最后呢，再由海军护送油轮。好，美国的军事部署呢，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但是很明显的伊朗也是越来越强硬了。好，我们先来请教张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并没有一举奏效。那现在谁比较急着谈判？美国比较急着谈判。那伊朗在这一方面，伊朗已经被打成这个样了，他也不急了。那这不急了下去，那美国的时间压力会相继而到。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所提的条件，那伊朗全部不接受，那15条。那反而伊朗提出5条，其中有一条最严苛，就是说美国要负责战争赔偿，因为这些伊朗被美国以色列所炸的这些建筑物，还有这些伤亡的人员，那赔起来的话，那好几百亿台币，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美国在海湾战争、波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也都没有赔偿啊。那这一次为什么要赔偿？换句话说，伊朗所提出的条件还蛮严苛的，让美国在这一方面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可能战争还要持续下去。但是问题是，美国的部署没有到位啊。他这个第31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还有82空降师，总共加起来7000多人，那不够啊。伊朗太大了，伊朗164万平方公里，是所有欧洲大国，包含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4个欧洲的强国加起来的面积，也只不过15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伊朗大。伊朗比这4个欧洲大国加的总面积都还大，纵深太大了。美国就派7000多人，那这个怎么够？所以我认为美国没有一举奏效，逐次投入是美国这次用兵的失策，应该先到位这开战。他现在没有到位开战，然后在后续的征兵，我认为没有一鼓作气，在这方面并没有办法成功把伊朗的这政权击毁。那现在伊朗有地缘战略之弊，因为这个仗在中东打，在伊朗的家打。那伊朗的纵深够，伊朗的东西的宽度将近2500公里，所以在伊朗的以西，伊朗的西部可能被以色列还有美国的这些飞弹还有精准制导武器摧毁了。但是伊朗东边，它这个纵深够啊，那这个还保持算是战力的现在战场存活率目前还可以。那它的兵工厂生产在伊朗东边。所以，美国想要占据伊朗，让伊朗投降，或者让伊朗接受这一方面的条件，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那现在这个伊朗它的纵深够，按照地缘战略，那美国是远道而来，我们在万里奔袭啊，它的补给线太长，补给线太长，你火力就不会集中到位，那你这样子变成一定要逐次投入。那以色列呢？以色列没办法，以色列跟伊朗相距也有1000公里。那现在又有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做战略牵制，那这样的话，以色列这用兵，它变成2边，这边要对付伊朗，跨区作战、跨区轰炸，那北部要对付黎巴嫩的这一份真主党这方面的武力上的挑衅，所以以色列也会分身乏术。所以目前来看，整个战略布局，美国我认为过度乐观了。那可能要打到4月，甚至打到5月，我认为都有这方面的可能性。短的话打到4月。美国如果顺利的话，打到4月；美国如果不行的话，打到5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都不能完全排除。跟当初说要打4天，让伊朗屈服，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治，我认为完全没有办法成功达到这方面的战略目标。所以，美国的战略判断跟他的战略计划是有问题的，因为当初过度乐观。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有讲，美国弹药可能不够，但是川普就执意要动武，而且现在美国的 F-18是真的是假消息，还是真的被伊朗给击落了？我认为这个被伊朗击中，但是没有立刻坠毁，所以它飞到一半。因为 F-18是双发动机超级大防风，美国都用的是超级大防风，一般的大防风它已经都外销，它这个全部在美国的海军都是超级大防风，会击中，就像那一架那个 F-35被击中之后回去落地，但是这个击中没有办法飞回去，所以坠落在印度洋。那美国为了不要影响士气，被伊朗所击落。那我说，自己可能空中故障，
或者是有机物质或者机械的问题坠落到印度洋，因为它最起码已经石沉大海、击沉大海，就没有对症了。那美国可以这么办，因为如果美国讲这不是被伊朗的地对空的飞弹击中，那当初川普说伊朗以及他的空军、海军已经被美国全灭了，那这句话怎么讲？所以这个会对这个士气打击非常的大，所以美国一定要否认，这个是在心理战、在舆论战、在新闻战上可以做理解的，这是没有问题，可以做理解。但是是不是被伊朗击中？我认为击中了，但是击伤，但是问题是没有办法飞回到美国的航空母舰上去落舰。所以就这样子，那这美国也不能说是被击落的，我认为是击中了，然后那这也算失事了。这个在伊朗来看，也是伊朗的一个作战的成果。而且美军跟以军呢，说了统计有202家都被击中了。那现在伊朗倡议要建立一个中东无美以联盟，但是现在他跟中东的其他国家都已经闹翻了啊，有人会理他吗？赖教授？目前很明显的，伊朗的一个战略就是说，让中东的海湾国家他们去发掘也就是说，美国设在中东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到底是保卫他们的安全，还是反而让他们更不安全？因为这是很明显的，美国并不是为中东的海湾国家跟伊朗而战，美国事实上是跟以色列为了打伊朗而战，那相对来讲，它反而却让这个海湾国家陷入战火，而美国却无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美国反而还是在努力于保卫以色列的安全。也就是说，美国提供的萨德武器，美国提供的神盾战舰，还是在护卫以色列的安全，而不是在护卫海湾国家的安全。所以，伊朗的这次的革命卫队主要的诉求就在提醒海湾的国家说，美国在你这个国家内设军事基地，对你的国家安全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更大的伤害。你们也应该要利用这一次，借由这一次的经验来去好好想一想，是否未来还要让美国在这个地方还存在。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会让这个海湾的国家他们重新去思考，因为事实上就已经有海湾的国家他们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很明显的发现，美国不是为他们而战，也就是说，美国是为以色列跟以色列一起来打，但是美国却完全不考虑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可能会起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作用。另外，刚刚谈到的战机的问题，其实美国在玩文字游戏了，被直接击落跟被击中，坦白说，对飞行员的心理压力其实是差不多的。被击落，飞行员有可能有机会跳伞逃生，但是他的飞机还是没了。被击中，飞行员可能有的可以把飞机最后降落下来，但有的他还是要跳海船，那个跳伞逃生。可是对飞行员来说，他的压力一样大，也都很大。那也就是说，我可以被打到。那 F-35战机本来说我号称是隐身战机，但是事实上还是可以被看到、被打到。超级大防空，它是防卫能力比较强的，然后这次飞得很低，但是还是可以被建设性的武器打到。那这个对于飞行员来说的话，他们就必须要考虑到更多自己的飞行安全的问题，我觉得都会产生这种牵制的作用。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伊朗，你看伊朗非但没有示弱，而且还示强，从3个条件变成5个条件。不过刚刚张亮君提到的那一个赔偿的条件最简单解决，好，找找日本，找沙特、阿联酋他们来买单。他们有钱，过去就是由他们来买单，所以可以解决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美方跟这个伊朗的谈判是毫无共识，这样谈得下去吗？请教聂老师。OK， 刚才主持人可能要请这个我们飞将军呢讲一下 F-18最后才提了一点。不过呢，现在时间因为它有限，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想的。因为我从小在空军子弟，我是空军子弟小学读过书，那我是空军子弟，从小就爬飞机，也在飞机场当过警卫。其实我从小非常喜欢飞机，我学院也送了我一个战斗机 F-16。我先讲一下我的认知F-16、F-18它有它的差异，因为 F-16是空优战斗机，我相信将军我讲出来再告诉我 ，F-18呢是标准的所谓的这个航母舰载机，是这样吧？那我们讲它服役时间 ，F-16是1974，F-18是首飞啦，是1978，
最后呢，真正服役呢，这个 F-16是1978，那这个 F-18是1983。那这两个的差异，我今天不再讲，就大概都是属于4代机，而且呢，它的黄蜂呢，就 F-18是从3.5代机到4.5代机的超级大黄蜂，我们只能叫它是4.5，连 F-35都5代机都被打了，那 F-18难道打不掉吗？我的想法是这样，不管真假真，说不好听，不管认知战、心理战，我觉得无风不起浪。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呢？因为 F-18这个所谓的黄蜂，或者现在的超级大黄蜂，就是 F-18E 啦，它从 A 到 E。那这个18为什么它在航空母舰？也就是说，现在它有几艘航空母舰靠近了这个伊朗。这些呢，他为什么不讲16而讲18？就是因为他现在不可能用美国用空优，而是用航母，所以我觉得打到的机会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谁会做文宣？当美国比较会做文宣或反文宣，因此呢，我觉得打到的几率是蛮大，而且是被隐匿，这是我的想法。再来呢，我觉得虽然你看这一次那个美国，我觉得不是被以色列很多人都拖他下水了。我觉得这次他被拖下了，不是水啊，水还有一个轻型下去游过来，他被拖下了泥沼，你知道吗？他到泥沼里面就麻烦了。现在我现在再讲一下，美国不是打不赢嘛？我讲过，他虽然会打赢，他的虽有打赢的实力和战力，但他没有在长期必输的耗损和衰败，因为他要面对太多。你看他想到古巴，甚至未来的我们讲，他说他想要敌对中国的话，怎么去应付？所以呢，他现在必须谈和谈。可是呢，现在放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我也听到人家说，现在看起来伊朗说是美国自己想跟自己和谈。美国自己要跟自己和谈，这不是笑死人了吗？答案很简单，要的不一样嘛。他们两个要的不一样，要 compromise。我们中国文化讲允直觉中，有办法吗？不可能，因为伊朗要什么？要他未来的生存利基，他的生存命脉，核弹也好，导弹也好，为了保护我们东西，你全部要拿掉。我情何以堪？另外一个，美国这里呢，他要维护他的霸主，他要把他的威慑力拿掉，甚至要帮他的小老弟以色列去打伊朗，他也不可能完全让你维护你原来的样子，所以他要你把你的都拿掉。那当然，川普就会讲两边互送大礼或怎么样，那都是虚的，都是美国自己呢跟自己谈判。这是我现在想的。那再想一下，最后一件事非常清楚伊朗呢从在战争之前就常在讲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为什么？其实这种东西已经非常久，他们早就预做准备，所以这次打起来真的有别于川普一开始其实军事实力认为说不可随便动武，可是川普就是粗暴而且无序打下去，现在乱了嘛，实力够但没有用。但是我发觉伊朗这边非常有序而且细腻，你看他都边打边造地处理论，以小放大，循序渐进，甚至预留实力，这样看起来这个美国真的是进到泥沼要拔起来还有点痛苦拔起来有点痛苦，而且现在以色列可能还不让你拔出来因为我们来看到呢，现在是不是以色列在持续的希望继续打下去呢？不过呢，先来看到伊朗，他展开了真实承诺4第82轮的军事行动，打击了多处的美军设施，包括了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还有 P8 侦察机机库。燃料储存设施以及 MQ9 无人机相关设施在内的一个目标，而且他们说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甚至还说因为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都被摧毁了，所以呢部分的美军指挥官还有士兵都离开基地了，在外面的地点藏匿所以呢我们的武装力量正在展开搜捕，你想得到吗？美军竟然四处逃窜，然后要被追捕那但是现在呢，以色列呢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打到哪里去了呢？要打向真主党。所以呢，以色列就说呢，国防军击落了数枚真主党来袭的弹体，火箭弹打到以色列本土特拉维夫以及以色列中部呢，都在这个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响起了警报。就是因为他们打向真主党嘛，所以真主党现在也说他们做好要跟以色列无限期战斗的一个准备来看到真主党的领导人就说战火之下呢，与以色列谈判无异于被迫投降。武装组织人员都已经做好了无限期战斗的准备了。而现在呢，以色列呢好像也对这个黎巴嫩的南部来进行白磷弹攻击。这个是人权组织指控的，说呢他们在南部居民区的上空使用白磷弹，其独特的指节状烟云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证据。
他们也发现啊，这个呢39% 的攻击都发生在居民区，而且17% 都在农业用地，形成了一个焦土政策，也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种出东西。好，此举呢就再次引发外界对于以色列是否违反战争法的一个激烈争论。好，那以军也称啊，他们呢也打击了伊朗一处水下的研究设施，那这个设施呢就被说是用来潜舰啊相关系统的设计研发，好，并承担了无人水面艇舰的一个生产任务，甚至他们现在呢还要召集更多的军人。好，以色列政府啊现在批准了最多40万名的后备军人来应对当前伊朗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一些军事冲突。好，我们刚刚说到了，纳坦雅胡啊，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想要打下去？只有以色列不想要战争停止呢？好，所以现在呢，川普传出拒绝配合纳坦雅胡。美以虽然在大多数的军事目标上面达成一致，但是在是否推动政权更替的话呢，美以是存在分歧的哦。纳坦雅胡原本打算要呼吁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但是川普却认为此举风险过高。好，所以现在美以冲突，伊朗外长也说啊，其实以色列就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为以色列的安全不惜牺牲一切，而以色列的目标是实现大以色列计划，来觊觎若干国家的领土。甚至现在也传出了纳坦雅胡他自己的妻儿都在外面避战火，说他的夫人呢突然间离开了特拉维夫前往美国，这样的安排发生在地区局势可能升级的前夕，被认为是极为可疑。此外呢，其儿子呢也已经被证实就身在国外妻儿在外面，那你自己坚持要大家陪你打仗，甚至不仅以色列啊，现在全球都被你拖下水了，是这样吗？请教张将军。我认为以色列还是要玩大的，然后要借美国的力量，借美国力量去把这个伊朗的政权呢，整个希望能够颠覆能够颠覆。但是问题是，这个借美使力来打这个伊朗。那川普当初的设定呢，就是一个有限度的战争呢，所以当川普他的兵力的部署来看，他的兵力调动，包含他的第30远专军的海军陆战队调过来，以及他82空降师调过来，那事后才调动了，开打之后才调动，所以美军在这方面并没有说要做个全面战争，要玩大的，但是以色列玩大的所以现在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在认知上是有差距的，然后这样打下去的话，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一个，当初美国在打伊拉克战争或者是海湾战争、波湾战争的时候，是有联合国授权、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的。尤其打阿富汗战争也是，因为那时候是反恐战争。那这一次打伊朗，联合国没有答应，没有授权美国所以美国在这方面面对国际的压力，面对联合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跟众议院没有通过要对伊朗开打，是川普下令开打。那川普来自于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你怎么去解决？因为总会有伤亡，总要编那么多的预算，耗损那么多的财力，对美国来看都会造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川普也要面对这个第二个的时间压力。第三个，民调的压力。现在那个川普的民调是有史以来最低，他现在反对美国出兵去打伊朗的高达60%多，你看看这个都是要给川普压力。说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呢？一般美国的民众都是反对对伊朗用兵，所以川普面对这3股压力，他怎么样去解决？我认为这个随着时间往后面递延，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伊朗大概也看到这一点，伊朗就提出这个5个条件。这个5个条件，因为伊朗在去年2025年6月就是12日战争被打了，今年2026年被打了，所以伊朗讲你以后不能再打我，你要停火，再跟我来谈和，不然你明年2027年再打我，你每年都打我一顿，那我伊朗还不活下去啊？是这个样嘛？所以伊朗要讲你要给我停火保证，你先停火再来谈判，不能再谈判再停火，所以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对这种整个的战略节奏，慢慢好像要落到伊朗上面了。美国想要结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头理了一半想要结束还不简单呢，因为以色列是要玩大的。为什么会看出来？以色列开始要动员后备军人，将近要动员40万。那40万的话，我认为是针对的是北边的黎巴嫩真主党，
因为他要建立缓冲区，建立缓冲区没有拿以色列的领土来建立缓冲区，而是拿黎巴嫩的领土来做缓冲区，那黎巴嫩会答应吗？那黎巴嫩一定拿火箭弹、火炮或者是榴炮、自走榴炮都会对着以色列轰啊。那以色列在上面还要不要安定啊？以色列的观光、以色列的这些半导体、高科技、AI、人工智慧这方面的发展都会做停顿，也会给以色列很大的压力。当然了，纳内亚胡希望玩大的，何不利用这时候好好借美国之力啊，去这个对伊朗做制压，对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做消灭。所以，我们这样整个来看的话，我认为目前以色列不会松手，那美国也难下车，所以就继续下去。所以，我认为打到4月啊，我们才可以看出来啊，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态度。我认为还会继续走下去，因为这个没有经过参议院跟众议院通过的，美国只有60天的用兵权，那他就要结束战争，因为没有经过参众两院的通过，所以他对这个战争的结束会有压力，那就是因为时间的压力产生。那伊朗就看到，我就抓到你时间压力这一点，而且美国补给线太大太远了。伊朗是以逸待劳，反正在伊朗国土打，但是美国是万里长征，万里过来，补给线太长，造成吨重性会很大，那所能够发挥的火力就会受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林肯号也好，这个福特号的这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好像这一次在战争中好像并没有辉煌的战果。为什么？因为都劳师远征，甚至我们讲的福特号这个已经9个月在海外了，所以造成它的士气上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接替的人到位，他才能够休整，但是接替没有到位，他怎么休整？那变成长时间用兵，又是远距的用兵，那兵力投射就会因为距离太远而造成吨重性就产生。所以我们整个来看整个战略态势，美国想要打得短，美国想要速战速决，但是因为问题是没有一举奏效而造成延宕。那我们知道会造成以后谈判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可以占上风，但是将来谈判的时候可能会向伊朗做妥协，而不是伊朗向美国做妥协。那如果向伊朗做妥协的话，伊朗底气就够了。那现在就战争受益的，那可能就会变成伊朗了。为什么？因为伊朗感觉到出来，好像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是个万灵丹呢，大家都会私底下向我缴钱缴过路费，然后我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晚上这个悄悄的平安的通过荷姆斯海峡，把这个运出去。所以伊朗也发现这个地缘战略之力。那没有经历过这次战争，他还感受不出来，因为他知道美国不敢现在就在荷姆斯海峡做护航，因为伊朗还有地对舰的反舰飞弹。那地对舰反舰弹把美国护航的飞弹驱逐舰或者飞弹巡洋舰打成一艘，那还得了？会对美国战略角色、战略地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重损。所以美国在考量这边美国的顾忌，反而是伊朗的得利的地方。相较而言，那个以色列呢，是不是只好转移战火到黎巴嫩去继续打下去呢？请教赖教授。有可能。我们看到以色列目前的一个动作，他要增兵啊，要扩充他的兵力，然后他已经打算要对于黎巴嫩的南部进行占领。我们也看到联合国已经第一时间表现说你这样是违法的，违反国际法，不可以。法国也站出来表示了，说你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事情。但是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他忧心跟担忧的就是美国如果把以色列排除在外，直接跟伊朗进行谈判的话，那以色列很明显的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的，以色列就是被边缘了，因为各位已经看到了，美国已经多次的一直强调说，我们跟伊朗已经在进行谈判，但是没有以色列的份。那即使伊朗说我没有跟你谈判，我们顶多就是中间有个传话人而已，但是这不叫做谈判，直接谈判不是，间接谈判也不是，这是一个传话，但是没有以色列的份。那伊朗也提出一个5个条件中里面有一个条件就跟以色列有关了。为什么说跟以色列有关？也就是说，美国跟以色列都必须对于第三方停止攻击，那也就是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包括哈马斯，包括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就除了你不可以再打我伊朗以外，你对于我的朋友你也都不可以打，这是他5个条件中间的一个条件。而这个跟以色列有关的条件中，是伊朗提供给美国
的说这是我的5个条件，满足了我们就接触，不满足就不用谈。可是你看以色列也是没份，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他越来越担忧的就是完全被边陲，被边陲那怎么办？他就征兵，扩充兵力，而且由他自己的政府就批准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以色列没有能力把这么多的兵，把他征出来的兵投到这个伊朗的战场。为什么？因为它中间还隔了一个伊拉克，中间还隔了一个这个其他的国家，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他如何能够把兵投进去？你要不就是透过空中武力的投射，可是空中武力的投射对于以色列来讲，没有美国的掩护下，它的安全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知道这3个多礼拜以来，以色列的 GDP 已经受影响了8.7%，已经是负成长了。再来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的弹药也要靠美国来供应，它的后勤补给也要靠美国来供应，还有它的经济能力能不能支撑，都要靠美国来供应。那没有美国的同意下，以色列也没办法有作为。所以以色列想把美国拖入这个战场，不要让美国抽身而出。但是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做到，这要看最后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施给美国川普的压力有多大。没错，现在以色列想要尽量的拖住美国，但是川普买单吗？我们来请教聂教授。OK， 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个将军有讲了一个说，过去的伊拉克战从2003年到这个2011年，还有呢海湾战等等，有经过国际授权这个 UN 嘛，哈，对不对？可是大家记得吗？这是2003年2月5号，有一个人那么有名的颇为一个黑人将军，对不对？那时候前国务卿拿了一个假的这个洗衣粉，哈，这是普丁讲洗衣粉。所以我们找到了这毁灭性化学武器，英国当然就透了，就跟大家说，哎呀，在UN说，我们真的要打伊拉克，最少他找到一个假理由嘛，这个 CIA 做一个假情资，这次他连假情资都做不到，你知道吗？去年的6月20号就突然来一个这个所谓的钻地弹就打人家，这一次呢在谈判中2月28号又把人家重击，请问一下有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大家都不敢讲美国，怪了，以色列去打黎巴嫩，刚刚讲了，就开始说他违反了国际法等等的。的确，美国真的是还是霸主，所以大家还是怕他，也不太敢骂这个美国。这个以色列做的动作就会被指责。好，第二个呢，我觉得很有趣，真实承诺到底真实对谁承诺？看起来真的是对他的真主承诺，因为这承诺打了82次，我每天在算，每次一来就又多3次又多4，每一天都多3到4次。除以现在才26号，一除82除以20，真的3点多，每一天都在反击。为什么呢？我发现到伊朗他们非常清楚，我刚刚讲他很有趣、很细腻，他知道这一战我如果反击不一定赢哦，因为美国太强因为以色列他可以打赢，但有美国他会怕。但是如果不反击必死，这是他们的心态嘛，他必须打。你看他讲的话，现在开始非常理性我在有序性下很理性，怎么样拉帮结派、呼朋引伴。你看刚才那个将军讲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从某个人道角度，我们不是要打谁，我们也是被攻击方，我们只是对等反击而已。请世界懂，就我们讲说，有一点良心或有一点智慧，应该要知道你应该帮谁，不是帮那个随便打人的人。但当对方的霸气十足，你也不敢得罪他了。我跟你讲这时候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在高中还大学的时候，我在游泳池里面碰到一个小孩子。他就我觉得他好像做了什么坏，我很不高兴。我们几个邻居过去要骂他，就讲他，结果以后他更凶，以后我们更想凶的时候，发觉不对，他好像毛起来什么都不怕。我发觉我是个大人，我穿皮鞋，他是个小孩，穿拖鞋不敢惹他。我跟你讲以前美国是大人，他每况愈下，这个伊朗是小孩，或者说美国是老大，他是一个小弟。你现在看起来好多对话是平起平坐，到底美国怎么了？因为你穿着皮鞋，你还是怕嘛，因为你的代价不同嘛，你知道你用尖端的昂贵的武器去对等去打，你完全不对等嘛，对不对？军事价格不对等。第二个呢，你在全球的 reputation 代价不对等，所以美国会怕。我最要讲的就是谈判没有意义啦。从228的时候的4次的条件，到后来的6个承诺，到现在来了15点，有用吗？换汤不换药。而伊朗谈的非常简单，他只是要保命。他就是打保命战，他谈的就是保命。除了停火之外，2个，第一个就是要活得安全。他说，永远不要再被侵犯，请其他国家一定要做保证。第二个，永远要活得安好，所以活得安全还要活得安好，你要赔偿我们的未来，因为经济很重要。好，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以色列想要继续打，但是其他国家真的是受害很严重。我们来看到这个伊拉克，他之前呢就已经说了，他认为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他们自己的国土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些损害，所以要求他们呢赶快停火。但是现在他们真的不忍了。
怎么做呢？他们允许亲伊朗武装报复美以哈。伊拉克总理在声明中回应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同意依据回应权与自卫权对抗并回击针对这个人民动员组织以及伊拉克武装部队各分支的军事袭击。好，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以色列想要继续打，那美国可能跟伊朗也想要来和谈，但是美国有什么筹码呢？现在传出的可能就是哈尔克岛。那要怎么去攻占哈尔克岛呢？这个策略也曝光了。金融时报就报道了说美国的这个美军旋翼机跟直升机载运部队呢低空接近，那么登岛之后呢，再迅速分散至油气设施的周边寻求掩护。好，那伊朗当局呢就会很担心啦，因为如果去攻击美军的话，就可能会摧毁自己的油气设施。好，所以就按兵不动，看全岛落入敌手，陷入这样子的两难。那么美方现在也评估了说伊朗呢在岛上其实建构了这个分层防御，包括了增设了肩扛式的地对空飞弹，并且在沿岸呢以及潜在的登陆地点部署了反属人员，还有反装甲地雷。而因此呢，美国的官员跟军事专家都警告了，说在这里登陆呢，作战的风险是极高的，恐怕会导致有大量的美军伤亡。甚至现在伊朗还去威胁什么？说呢，如果我们的领土或者是岛屿遭到袭击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封锁曼德海峡。好，那就会导致呢，不只是这个荷姆兹过不去了，连红海这边也要被这个也门胡塞组织一起联手，那两边都过不去的话，哇，紧张的风险冲突也就更加的升温了。但是呢，说到这个海峡，谁可以过呢？川普是礼遇反战立场怎么说呢？川普就允许了悬挂西班牙旗帜的船只可以。伊朗允许悬挂西班牙旗帜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荷姆兹海峡，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西班牙呼吁反战所以他就觉得你是挺我的，所以我就让你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中国、俄罗斯、印度等6国的船只都可以通过荷姆兹海峡。好，那现在甚至伊朗也允许呢，你只要使用人民币去支付石油款项的话呢，那你这些船呢，我就可以让你去通过荷姆兹。要怎么样？要去美元化。好，我们来看到德意志的银行策略师就说了，这场冲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可能就会成为侵蚀石油美元主导地位的一个催化剂，并且催生石油人民币。哇，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民币的地位呢要越来越高了哈。而且川习会呢，现在要改成5月14号举行了。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科威特白宫发言人证实了说呢，伊朗的战事呢可能会持续4到6周，所以预计呢在战火在川习会前会登场之前平息，但是5月才要举行川习会，所以战火要一直打到4月、5月吗？好，那刚刚也说到了，不仅仅是这个石油可能要用人民币结算了嘛，在战争一直打下去的话，美国还有什么筹码去重返亚洲呢？好，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就说了，伊朗的战事越拖越长，那么川普在与北京博弈时的筹码也就越来越弱了。原本川普上台是想要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跟中国抗衡的，结果现在打了这场仗，哪来的筹码？我们请教赖教授。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紧张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伊拉克这是2003年美国把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杀了以后他就占领了伊拉克，支配了伊拉克。那伊拉克的后来的什叶派当选了以后，什叶派跟伊朗的什叶派是相同的，所以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那美国它实际上的影响力就对于中央政府，对伊拉克中央政府影响力减弱了。美国唯一能够影响的是在哪里呢？北部的库尔德族这个地区，它也在北部的，就是伊拉克的北部的库尔德族这个地区，它就建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很多的攻击，使用的就是库尔德族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它就必须要去摧毁、攻击这个伊拉克领土内的库尔德族的美军的军事基地。
那这个部分刚开始伊拉克政府有意见，但是后来看起来伊拉克政府也谅解、理解伊朗的做法，反而不谅解美军没有经过伊拉克政府的同意而使用他的军事基地。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由于美国的防卫系统减弱了，所以伊朗现在能够有效的攻击到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有点绕口哈。好，那但是问题就是它越来越有效，它越来越有效的情形下，形成了美军他们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军事基地内，他们要往军事基地外去分散居住的时候，其实这个反而对于美国的军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了。原来在基地内的话可以保护，可是你在基地外的话就不能保护。那不能保护的情形下，你如何保护自己啊？所以伊拉克很明显的也同意了他们的民兵组织，就是有2股民兵组织哦，一股是在伊拉克境内的伊朗的民兵组织，一股是伊拉克自己的民兵组织，不太受政府节制的民兵组织，他们就去攻击、击杀、寻找住在外面的美国的军人，这个对美国的军人来说，人身安全都构成威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允许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他们进入库尔德区里面去攻击美军的军事基地，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美军的军事基地受到火箭炮的攻击这个部分对美国来讲的安全已经不只是伊朗对它构成安全，而也包括了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对于美国军的军事基地构成安全，构成威胁的，这个对于美国不理想。另外一个，我们也留意到上个礼拜，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也受到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的攻击，都是用火箭炮用火箭弹来攻击，这个对美国来说都不好，都不是一件好消息。这个情况必须使川普要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好，那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哈尔克岛的问题，哈尔克岛这个问题就有点诡异了。为什么？没有错，这个岛这个运送了伊朗90%的油，可是它本身并不生产油，它的油是从伊朗的本土里面开采出来以后运送到这个岛，这个岛经过加工以后上船，然后运出去，所以它确实是伊朗的生命线。可是你要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赫尔木兹海峡那你要怎么样能够穿越赫尔木兹海峡而安全的？你把伊朗的油抢走了以后，你把它拿到海外卖，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你抢了这个油，伊朗可以把油管关掉然后把你困在那个地方，干脆也把自己的石油设施也都炸了。那你本身如果伊朗的油运不出去，对伊朗的经济造成重大的命脉的伤害，可是对于全世界的油价也会造成高涨。你又允许伊朗去卖油30天不用受惩罚，你又不让伊朗的油能够运出去去卖，你不觉得这个有矛盾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岛的攻击，这很有可能是假攻击，就是样攻。所以这个哈尔克岛有没有可能美军真的去侵占呢？看起来代价是蛮大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美军占领哈格岛的计划可行吗？请教张将军。我认为他这个是没有，只是要夺那个一般的小型岛屿，并没有进行我们叫做大军作战。因为他派了这个总共加起来不到7000人的，包含30引征军跟82空降师。那你这个7000人能够进行这种大军作战、地面作战，我没有可能夺岛屿作战。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你要夺岛。夺岛的话，岛屿都是易攻难守，你很容易攻下去但你要怎么守？而且付出的代价高。美国要不要进行岛屿作战或者是登陆作战的话，要看一个指标。美国那2艘医疗船，就是安慰号跟仁慈号，他们吨位蛮多，都是6万多吨的每一艘6万多，每一个都有1000床的病床，有摆在里面，然后有12个手术室，因为地面上会有战损、战伤你要紧急，你要医疗后送来不及马上动手术、进手术，
这个我们讲的这安慰号跟仁慈号这2艘医疗船有没有调动？有调动就要进行地面作战了，要夺岛作战了，这一定会有战损战伤嘛。那这个是个指标。然后问题是美国的这个武器弹药够不够？因为这些空降兵也好，或海军舰队，它的作战吸行量是有限的，只能打1个礼拜就没了，弹尽援绝了。你的补给线又够长，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那反正伊朗是以逸待劳，反正就在我家打，我的火箭炮过来，我的无人机过来，然后他的自走榴炮轰过来。因为这一个哈尔克岛距离这个伊朗的那个沙滩，那只有25公里啊，那远程火炮只有打过来不成问题。然后再来就看兵力够不够。我认为如果这是只有这7000多人，兵力上是不够的。你这样子，因为会有战损战耗，那你的话，你后续是不是还要逐次投入？你说这样，这逐次投入对用兵是不利的，你要一举奏效，要一步到位才可以啊。所以我认为它的战略效果大不大，有多大的牺牲，多大的战略，要付出多大的战略代价，才可以获取多大的战略目标。我认为他要去衡量，要不然的话，一旦投入了，那你就要去固守啊。你固守的话，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都要去精算啊。如果代价过高，那美国国内的压力又来了。对不对？我认为这个很多事情，他要去做沙盘推演。那因为打仗，那往后的这种战损战伤越来越大的时候，他面临的压力大，那怎么办？是不是要急着去草结束战争呢？那这样的话，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美国反而筹码就变少了，对美国谈判是不利的。所以最好是不要轻举妄动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军有可能夺哈尔克岛吗？请教聂教授。OK， 我觉得你知道，人生有一种非告诉乃论罪，叫做恐吓罪。那个川普，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断恐吓伊朗，说如果你不和谈，你不让步，我就要你死得很惨，我就要很重击。李维特也帮他讲过太多次了。他这次虽然暂停5天，我跟你讲，他说如果你这里5天不考虑清楚，我还是要把你重击，要打得你全国这个7、8烂。这是他不断的恐吓对方。重点来了，他现在讲到了要地面战，派出了2000多。从冲绳又开始从圣地亚哥5000多，现在要增军到7000多，他要干嘛？最后发觉他要打哈尔克岛。不管你要断人财路或怎么样，打哈尔克岛到底意义在哪？当然有人在讨论了。伊朗太大了，你无法打一个20平方公里的地方，宽就是2.5公里，长就是8公里，几千人进去打一个岛。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柿子挑软的吃嘛，你打不了整个伊朗，地面部队太可怕，你还要诺曼底登陆不成，那这个当然比较好打，他要用这样。后来发觉不对，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次比较有趣，就是现在我觉得伊朗我看到是他在防的这个战略上，就是我们讲地鼠理论，边打边造，无人机不断的造出来。那攻的理论战术呢，就是反击到底嘛，他打是马拉松理论嘛，就是预留实力，然后先慢跑再跑快。所以就是由小放大，预留实力哈。那现在重点就在这。